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今天要讲的是《阴谋办公室》第1季第5集。当一个小镇的人都被化学药剂污染，记忆永远被困在80年代会怎样？这天，小布利用公司的全息技术体验了久违的家庭聚会，小丽赶紧制止他，因为 JR 又下达了新的命令。他带着一堆80年代剩下的产品出现了。原来，显影公司于1984年在怀俄明州的禁止谷做了第一场消除记忆的实验，因为药物效果太好，导致谷内人记忆停留在80年代。在 JR 看来，那就是个天然的销售点，公司会将80年代后被取缔召回的产品带到那里销售盈利。为了长久的赚钱，显影公司每隔几年都会在那边喷洒药物。这次轮到乌合小众小队去了，小丽大惊，为了卖点废弃物就把一群人困在80年代，这也太不道德了吧。可惜道德在金钱面前毫无作用。小布很喜欢80年代，对这次任务非常积极，他甚至提议大家都停用手机，伪装成80年代的人。虽然团队怨声载道，但小丽却难得同意了他，毕竟要全面伪装，以免暴露真相。小布非常兴奋，他将自己打扮一番，穿上80年代最常见的造型。琪琪不理解，明明小布是90后，喜欢的东西却这么怪。小布称自己是80老剧迷，小丽认为这些所谓的美好回忆不过是人的记忆在作祟，他就从来没有80年代电视剧的记忆，因为兰德将电视机扔掉，让他专心研究科学了。不过小布已经深陷其中，因为不让带智能手机，躲在后方偷偷刷高科技的麦克没有注意飞机舱门打开，他和记忆清除药物一起掉了下去，就连他的裤子降落伞也不幸落地，麦克一头摔进了森林。小丽只好停止返程，先下去找麦克的踪迹。没想到森林里的4个小孩因为暑假出来冒险，捡到了倒在树林里的麦克。麦克吸食了记忆清除液，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。几个孩子把他当做了来自外星的蘑菇人，热情十足的将麦克带回了家。等小丽他们追过来的时候，只能看到地上的自行车轮胎印。格兰认为那是越共探头，要小心行事，可小丽却慌了。假如麦克暴露了真相， JR 一定会要他们血洗小镇的。除了爱打仗的格兰外，小队都不愿意做那种事，偏偏小丽加急造出来的无人机也被路过的猫头鹰给毁了。无奈之下，乌合小队只能深入小镇，亲自去镇上寻找麦克。可小丽根本不了解80年代，镇上警察开影视剧玩笑她都不知道。好在80通的小布在，他谎称他们是一家人，成功骗过了警察，并顺利在小镇买了套房子，由格兰充当教师爸爸，琪琪担任报社记者妈妈。安德烈因为是亚裔，被安上了中餐馆老板的身份，而小布则拉着小丽要当异卵双胞胎，此间乐不思工作。至于被孩子们带走的麦克，躲过了大人搜查衣柜，他想不起自己的记忆，故意说自己被一群低等生物用针扎了。4小孩便惊恐地怀疑麦克被做人体实验了。正好这时麦克的全息手表通讯出现，孩子们对麦克的身份更加确定。小女孩主动请麦克吃糖果，却被麦克嫌弃难吃，他的态度烂得惊人，脏话不要钱的往外吐，和想象中的友善外星人电影完全不同。一群小朋友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21世纪的人冒充20世纪80年代的人。小布带着小丽和安德烈去商场找人，看着电视上不断推销的广告，小布感慨这才是购物，没有智能手机，只有脏电话亭啊，时代的眼泪。小丽不能理解，是网购次日达不香了，还是从不接打电话的智能手机锁不住你的心了？安德烈更是凄惨，镇上的女孩和他调情，却总带着对亚裔的刻板印象，奇怪的口音，合掌鞠躬，甚至他一说话就有敲铜锣的声音。 What the hell was that? 小丽和安德烈险些被逼疯，不过小布变得异常粘人，因为80年代每个团体都有小圈子。小布决定给他们取名小布一族。冒充老师父亲角色的格兰在课堂上被学生叫板，先是遭到了死亡诗社 cosplay， 然后又被热爱跳舞的学生反驳。准备体罚学生时还被校长发现，没想到校长反过来支持格兰的体罚，毕竟80年代的法律还没有变动。琪琪的工作不太顺利，和如今一瓜接一瓜的现代社会相比，80年代的报社如一潭死水。最大的新闻竟是给冰淇淋辟谣，辟谣的冰淇淋竟要动官方报社。这冰淇淋想必是蓝色海洋牌吧，一看就是老牌产品了，又当又立。小镇的新闻真是叫琪琪看不下去，他重操旧业，开始了公关工作。今天一天的经历让乌合之众感到疲倦，琪琪加班加点工作，格兰忙着体罚学生，安德烈这个亚裔只要开口说话，声音后面必然跟着铜锣声，弄得他精神紧张，产生恐惧。小
布赶紧安抚几人的情绪。当他们在玩角色扮演的时候，小丽已经利用有限材料制造出了探测器。她查到了麦克的定位，准备把人带回来后就离开小镇。小布却阻拦了他。现在是全家看电影的时间了，童年经典怎能错过？小丽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小布借他们缅怀80年代，这会儿上头了，不愿意走了。被揭穿的小布试图狡辩，小丽却不给他面子。他只是说，小布之所以有美好幻想，是因为有一种叫脑虫的东西，会让人类无视正经工作，争论所谓的捉鬼敢死队。其实捉鬼敢死队一点都不好看，被揭穿真相还被骂了最爱的童年回忆，小布委屈极了。小丽算什么双胞胎，根本不了解他，本来就不是双胞胎的小丽懵了。而为了能继续留在这里，小布铤而走险，装了一滴记忆消除液，没想到储存箱年久失修，造成泄漏事故。被化学液体浸透的小布因为太喜欢80年代，导致暴走了。另一边，麦克躲在房间抽烟喝酒，毁童年的真面目暴露。小孩们发现麦克不是好外星人，决定将他赶走，但麦克不愿自己行动，他们只好骑车将麦克送回原地。于是匆匆赶到现场的小丽一行人又扑了个空。小丽反思后觉得自己可能说话太狠，三人劝导他，80年代对小布有着不同的意义，要想了解小布，最好从80年代的意义开始了解。于是小丽借了格兰的卡，冲到家庭影院将所有的碟片看了一遍。她还是无法理解小布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东西，直到小丽看见了一部经典家庭喜剧，里面那对父母孩子的对话和小布在全息模拟室内看见的一模一样，所以小丽猜小布对80年代的执念就是家人。搭顺风车还嘲讽司机，男孩恼羞成怒，一个刹车，麦克瞬间 cos ET 外星人。不过 ET 是人车起飞，麦克是单独坠崖。伴随着小孩大骂他毁童年，祝他早日被政府战胜的声音下，麦克摔在了找他的3人车前，险些被撞得当场出殡。好在冲击力使麦克恢复了记忆，但等着他们的竟然是黑化暴走的小布。麦克等人吓得惊声尖叫，小布这状态明显是怀旧药嗑多了。琪琪抢过一旁主持人的直播，自己站到摄像头前开始发言。小布带着毛绒玩具、机器人等小兵冲向了乌合之众小队，外面被小布搅得天翻地覆。小丽察觉到后，立刻带着改造的模仿捉鬼敢死队的装备出现，嘴上说看不明白不了解，你果然还是真香啦。就在两人使用能力冲击波的时候，小布操纵人偶偷袭了小丽，能量箱炸开，围观的3人比小丽还悲痛。英年早逝，没了你我们可咋办呢？小丽被失控的小布抓住，他想用失忆液洗脑小丽，却被知道他愿望的小丽用录像带劝导。小布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，有2个哥哥1个姐姐，3人的表现都很出色。小布每次都会被家人无视，他只能独自在家看着情景电影过生日。所谓回到80年代，只不过是他想拥有一个和电视剧里一样的家庭。小丽懂他，因为他的家人也很渣。同病相怜的2人虽然没有靠谱的家人，但可以将同事们当做自己的家人。小布幡然醒悟，仔细想想，他性格呆萌，在劝导下走出人生阴霾也不是不可能。劫后余生的几人紧紧相拥。小布说自己想开了，要离开虚假的80年代，回归真正的21世纪。没想到这话被围观群众听见，误以为小丽他们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，于是希望借助他们的时光机回到20世纪50年代，他们理想中最好的30年前。当时的亚洲人都统称为中国人。安德烈受不了，骂骂咧咧的开口，又被一声铜锣惊了回去，典型的上世纪刻板印象。在那之后，小丽没着急回去，她和小布的友谊升温，约好了一起看了老片子《七宝奇谋》。童年的片子再重温，三观时常会受到很大冲击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你。钟馗传说这集致敬了不少影视剧，譬如经典的 ET 外星人、捉鬼敢死队、死亡诗社、浑身是劲，以及片尾的七宝奇谋。这部片子在17年前还被美国列入了国宝影片系列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找来看看。而片尾音乐也狠狠地吐槽了一波如今炒冷饭的电影行业，对某个经典片子反复翻拍。国内金庸、古龙的经典已经被翻拍了不知道多少次了，从小龙女到小笼包，我们真的看的是回忆吗？以前的电视剧没有如今的清晰度，也没有如今动辄几个亿的大投资，但是看的就是开心，每一段细节回想起来都能当做经典。不是以前的剧就比现在的好看，而是现在的快餐时代工业化一体化，难免会叫人乏味。汉堡也渴望哪天打开电视剧是百花齐放的优秀作品，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哦。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